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肺癌来临，脚步先知，提醒双脚出现3个异常，建议尽早的检查 CT。 医生，我母亲只是骨折，怎么可能是肺癌呢？之前阿姨是肺癌的时候，女儿难以接受。今年64岁的前阿姨平日里身体很健康，连感冒发烧都很少有。几个月前，她觉得自己的腿老是有点隐隐作痛，本来以为只是年纪大了骨质疏松所致，却好长的时间都不缓解，而且痛起来连路都没法走。一天，前阿姨更是走路时摔了一跤，家人把前阿姨送到了医院，结果出来后，前阿姨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且已经转移到骨头部位。前阿姨的腿疼也是肺癌转移所致，这样的结果让一家人怎么也不敢相信，明明只是腿疼，怎么还成了肺癌了？为什么肺癌会出现腿部疼痛？肺癌是指发生在支气管、气管、肺泡部位的二性肿瘤，主要分为腺癌、鳞癌、大细胞癌、小细胞癌几种类型。肺癌之所以会出现腿部疼痛，是因为发生了骨转移。临床上，肺癌发生骨转移的概率是 10% 到 15%， 其中腺癌发生骨转移的概率是最高的。接下来是小细胞肺癌、鳞癌，病灶转移以多发为主，好发于肋骨、胸椎、腰椎、骨盘等的部位。现在肺癌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180多万人死于肺癌，其中中国的死亡人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而在中国，肺癌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也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一些研究表明，肺癌的高发与吸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吸烟外，空气污染、工作环境、家族遗传等因素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不仅如此，肺癌的年龄分布也在逐渐的向年轻化方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成为肺癌患者。然而，之所以肺癌患者死亡率不断的增加，是因为很多患者在发现症状时，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为什么肺癌在早期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呢？其实肺癌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或只有轻微的咳嗽、咳痰等，这些症状容易被人忽略，或者是误以为是普通的感冒等的疾病，因此很多早期肺癌患者并没有及时就医。肺癌病变位置多在肺内部，且多分布在胸部深处，因此肺癌较难被触摸到或者是被发现。即使通过 X 光等的检查手段，也有可能会错过肺癌病变的细微变化。但目前肺癌的主要筛查手段为 X 光、胸片和 CT 检查，但这些检查手段在早期肺癌的诊断上仍存在一定的误诊率和漏诊率。同时，这些检查手段的费用较高，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患者来说难以承担。很多人对肺癌缺乏足够的认知和预防意识。肺癌高发的人群往往是吸烟者和长期接触有害气体的人群，但很多人仍然忽视了这些因素对健康的危害。同时，一些人对于癌症的早期预防和筛查缺乏足够的了解，也使得肺癌的早期发现变得更加的困难。据研究发现，肺癌的早期症状可以表现在腿部，如果双腿出现了4个异常，千万要警惕了。腿部水肿。肺癌患者在肺部出现肿瘤时，癌细胞可能会通过淋巴管系统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导致淋巴结肿大。当淋巴管系统中的淋巴液排不出去时，就会引起腿部水肿。腿部水肿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例如心脏病、肝病等，但是如果同时伴随着肺癌的其他症状，就需要引起警惕了。例如，一项研究报道了一位患有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他的右腿就出现了明显的肿胀，经过进一步检查后确诊为癌细胞转移所致。腿部肌肉无力。腿部肌肉无力可能是肺癌导致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功能受损的一个标志。
在某些的情况下，这种无力可能与肺癌相关的神经病变有关，或是由于肺癌患者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和肌肉消耗状态。例如，一项研究中描述了一位肺癌患者，他在被确诊肺癌前就出现了腿部明显的无力和肌肉萎缩现象。3. 腿部疼痛或不适。腿部疼痛或不适可能是另一个肺癌的早期信号，这种疼痛可能是间歇性的，也可能是持续性的，它可能源于肿瘤对腿部神经的压迫，或是由于癌细胞转移到骨骼造成的。与其他腿部疼痛不同，肺癌引起的腿部疼痛通常会伴随着其他的症状，例如呼吸困难、咳嗽、咳痰、胸痛等。有病例报告显示，一些肺癌患者在诊断出肺癌之前，已经有几个月的腿部不适或者是疼痛历史。4. 腿部皮肤变色。腿部皮肤变色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引起的，例如静脉曲张、血栓等，但也不排除是由于肺癌的因素。当肺癌扩散到其他部位时，可能就会影响到身体的正常功能，例如影响血液循环，从而导致腿部的皮肤变色。肺癌还可能引起淋巴系统的问题，进而导致腿部淋巴水肿，造成皮肤变色。4. 尽早进行 CT 检查的重要性。肺癌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它的发生往往不会在早期就引起显著的症状，这就是使得早期诊断变得十分困难。这些腿部的异常情况虽然不能直接的诊断为肺癌，但是它们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提示可能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当出现上述任何一个症状的时候，尤其是在有肺癌高危因素，如吸烟史、长期暴露在有害物质中等的情况下，应尽早进行 CT 检查。CT 扫描是一种有效的诊断工具，能够帮助医生发现肺部的肿瘤，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总之，肺癌来临、腿部先知的现象提醒我们，有时身体的远端变化可能是更严重健康问题的早期标志。腿部肿胀、疼痛或者是不适，以及肌肉无力、腿部皮肤变色都可能是肺癌的早期迹象。因此，面对这些症状，我们不应忽视，而应该积极地寻求医疗建议和进行必要的检查，如 CT 扫描，以实现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